我们以前下来都是做麻油的工作，当时的工作是很辛苦的，全部都要靠劳力。连麻一炒好了，整间工厂都很多烟，连我们身上都黑黑了。小时候我们很少出门了，有时间就在家里帮忙，也没有梦想，因为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人。梦想只是说把父亲交代的东西尽量做好。新加坡地方太小了，一直以来我们的原料都是从外国进口的。做麻油基本上只是要芝麻，因为我们是做纯正的麻油嘛。我的名字是胡明勇，这间就是我们的工厂。我们的公司叫胡一言麻油，我们是制作麻油的，我们算是第3代了。芝麻是好，我们是看它的油量多不多，然后我就要把它的芝麻拿上来，我把它搓一下，有感觉有油，然后我们嗅起来，如果它的味道有一点腥的味道，就是代表新鲜。之前刚进来的时候是觉得妈妈很心疼妈妈啦，做得很辛苦啦，怎样都要帮妈妈就对了。有可能是我父亲他是独生子的关系，人他就一个人做东西，有时他面对到很多困难。他时常跟我们兄弟讲，一起团结打拼，坚持到底，把我们的生意继续延续下去。芝麻你要炒出来，我们才可以挤压出它的油量。炒的时候温度要在210度以下，也不可以炒太熟，如果太熟它会烧焦。那个芝麻会在里面一直翻转，连麻炒出来也会比较晶莹。我们的年纪也开始老了，连机器又可以带动，又可以减轻我们的工作量。假如它比较顽皮，有些做工会跑出去，但是它好回来呢，我们已经做好了。比较有时候很辛苦。不是的，我们工作上都是这样子传统下来，没有办法咯。你知道啊，炒的芝麻，炒过了的芝麻会有一点褐色，有一点颜色已经熟了。连这个之前还没有炒的是白白的。跟炒了和芝麻，我们就从这个我们要叫输送带啊，从上面去掉下来，直接进去那个 expander， 它可以说可以拿比较多油，也比较说一次过了。以前是要第2次嘛，现在是一次过就拿出那个油出来了。第一次榨出来油是最纯的嘛，那个油是最好的啦。就会直接打进那个桶里面，要给它稍微冷一下，大概有2吨半这样。当然我是满了就拿来过滤了。它从下面走到这边出来，经过这个filter，然后油就出来。你接下来就要放在这个桶里面。你看这个是第1次了嘛？还有经过这看这个不是1次咯。连过去那边进去的还有1次，确保比较清洁，味道也比较好一点，把那些杂质全部拿出来。那时候还有11间麻油厂呢，那个地方呢就俗称麻油街。在这阿毛丢那个就是大牌6002那个整排都是麻油街。然后再了几年之后，那边就政府一征期了，所以我们就搬了咯。新加坡现在剩下4家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传家之宝。就是以前我们都是把这个用带在山上，但调着之后就去卖麻油这些咯。有些人麻油寄来，
啊，马友顺来，这样子跟你喊、哦。没有讲我不就这样子卖咯我比较怕，比较害羞。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用麻油的，一定要吃麻油补那个身体，因为它会去里面的风寒呐、我们讲是寒呐、所以都是煮那个麻油鸡咯，麻油就是从那边来的咯。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麻油，也是可以说我们还没有出世，我妈妈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在肚子里面已经有那个味道了。啊，他是我的二哥，这位是我的四哥。嗨，我们在麻油厂做工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姐姐、弟弟、哥哥们一起做工，时常有争吵过，也有 happy 过，所以感觉到很开心。现在的机器提升了，我们挤出来的油也是一样，可以销更多去国外的市场，欧美、欧洲还有印尼啊这几个国家了。我们希望保持我们本地纯造的麻油，因为新加坡这种老字号如果没有保留下去，接下来会没有人知道了。Thanks for watching this video. If you enjoy watching this, please hit the subscribe button, ring the notification bell, and watch our other videos over here.